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战国传承2代》。今天是下半期，上半期打了第3关的一半，今天继续。游戏的流程只有4关，但是每关的长度非常长，大概在10分钟左右。很多的街机游戏确实有超过10分钟长度的关卡，但是每一关几乎都超过10分钟，这个现象还是比较少见的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只有那种带有强烈的 RPG 要素的动作游戏，关卡的流程才比较长。比如说光明使者，或者是龙与地下城系列，再加上三国战记、西游释厄传，这种游戏的流程都非常长，不仅关卡的流程长，关卡的数量也多。但是本作只有4关，这在街机游戏里边还是比较罕见。上半期给大家介绍游戏剧情的时候，曾经说过，咱们的主人公第一批是克劳德，2批是杰克，他们2个是被预言公主从现代召唤到了1570几年。咱们通关之后啊，他们2个又会被传送回现代，又回到了酒吧的门口，召唤变身的能力也被回收了，武器也没了，甚至一杯酒钱都没给啊！所以这款游戏通关之后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主人公是从酒吧的门口离开了。所以这2个家伙纯就是大冤种啊！工具人，这里又是一段马战的版面。上半期就有一段，当时我也说了，我还是喜欢没有马的战斗场面，更加的真实。而且本作马战的场面太短，30秒左右，不够玩啊，不符合人设吧。第3关我已经打了一半了呀，但是又往前打了好久，还没有见到 BOSS。2代咱们始终是手里有武器的，捡到玉之后，武器的攻击会得到加强。这个加强感觉不是一星半点，刀光的距离非常远，可以对绝大多数的敌人形成压制。本作的攻击键变成了2个，一个轻一个重。我是比较喜欢用重攻击的，他干掉对方之后还有一个特殊的动作，半跪在地面的一记横斩。抓走妹子这种敌人一定要清理干净。对面也会防御，有些时候双方还会进入一个拼刀的状态。拼刀的话就是连点攻击键了。2代的拼刀感觉比初代合理，初代经常失败啊。这里是第3关的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就是袁义经。
一共是2个阶段，现在还是它的接近人形的状态。这里我就放人犬了，人犬打一精还是非常占优势的，因为它的火球攻击打点非常的高，根本就无法击中咱们的人犬。这只人犬叫雾丸，变身的话一共可以变成3个状态，分别是忍者麦克、人犬雾丸还有天狗。这里一经战败，召唤了水龙。这个水龙用人犬来打也是非常方便的，这样就打完了。人犬每次跳跃都可以伤害到水龙2下。把信长的手下都击败了。这里就是最后一关了，最后一关的长度要大于10分钟。BOSS 战是3场，所以本关难度最高，需要留意你的血量。在这么长的流程当中，要少犯错。如果我的手里始终是有玉的状态，那对面有多少杂兵都不够我砍的呀。最后一关的精英怪非常多，我现在是有玉的状态，所以打他们要轻松一点，而且最好也要清得快一点。这里的敌人是鱼，这种鱼怪只在这个场景出现，之前的所有的杂兵都会出现多次，但是这里就很特殊，可能是由于这里是有一场 BOSS 战，来了一只大的蓝色的，这个蓝色的也不太抗砍啊。坏事就坏事在之前的小鱼爆出了很多的玉，我正是利用的玉把这条大鱼干掉，所以你就感觉刚才那个场景非常的突兀，流程也不长，砍几条小鱼，小鱼给玉，用玉把大鱼干掉，可以说是自产自销了。如果把刚才那个场景删掉的话，对这个最后一关的流程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。我刚才是被精英怪砍中了一刀，掉了2滴血。我已经尽量的在注意了。这里就损失了1/3的血量，一起上来4个敌人不好对付。蓄力攻击的蓄力速度还是挺快的。这里能够见到一个山洞，但是洞口被封住了，这里面要打一场小 BOSS 战。所以最后这一关如果分成3关的话，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。每一关的长度还能在3-4分钟左右，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长。我现在又是有玉啊，
不怕你们啊，这就没了。这个玉的持续时间也是不长，有点坑啊。打这个小 boss， 这就完事儿了。因为我的每发攻击是2段，感觉黄色的玉比初代的作用降低了呀。初代的话持续时间是15秒。2代的话只有1发，1发几乎是全屏的攻击，就完事儿了。刚才这发重攻击真的爽啊，一刀干掉了3、4个，而且都是斩断。利用歪轴走位，这里手要快一点，不止右手的手速要快，左手也要快。右手是保证你的攻击速度，左手是保证你方向的切换速度。敌人的数量好多，放了一发黄玉，这个家伙竟然没挂，真是太抗打了呀！还需要补几刀。这个地方是个难点，一起上来3个精英怪，先干掉左右跳的这个。结果另外一个武士冲得太猛，先被砍死了呀。另外一个跑了，你敢信？退到屏幕之外刷没了。所以刚才这仗看起来比较唬人啊。有一个来回跳的完全没有威胁，有一个跑了。最勇猛的那个先被干掉了。又是马战。这里出现了需要砍4刀的敌人，马战的场景难度不高啊。好像有很多没有出手就跑了呀。这也是本作最后的一段马战了。我看屏幕背景的月球，感觉离得越来越近了呀。之前的场景还能看清轮廓呢，现在就只剩下1/4左右了。这里是一段电梯。下了电梯之后，大概还有4个精英怪，然后就要进行本作的最终 BOSS 战了。最终 BOSS 是3连战，首先打的是和信长联手的将军，然后打信长，最后打魔王。魔王的难度是最高的，前2个没什么的。利用好防御的话就好打，拼刀。这里你手速快的话，可以劈中对方一脚。还有一种拼刀的状态是对面在防御，你不停的劈。这个杂兵我打的尤其小心，因为打完他之后就是 BOSS 战了。就要保证我现在的血量。
咱们的攻击 Y 轴还是占优势的。我打这个 BOSS 就是砍2刀，然后一个防御。但是有些时候对面是不发出攻击的，无论他是否攻击，你都要防御。这就打完了，也不扛砍啊。打完之后爬走的，信长出场。信长的话，我就是砍1刀防御一下。虽然有些时候对面也在防御啊，这个2个人就显得比较傻了。都有机会攻击，但是都放弃了攻击的机会，然后都想打防反。也打完了，难度都不高，难度最高的是魔王。魔王的攻击方式有点特别，它有2个阶段。1阶段的话，伸出2个手，手上各有一个武士。这2个家伙的话，下面的这个比较好对付，他们2个是共用血量的。下面这个只要你手速够快，你就可以把他们2个干掉，但上面的要掌握节奏，这就是 BOSS 的最终形态了。我觉得我能拼下来，因为对面的攻击方式不是每一下都能打中我的。但是我是一直在进行输出 ，BOSS 的血量也不算多。好，这样就打完了。打完之后，信长的城堡爆炸，主人公一行又被送回了现代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战国传承2代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